中国元首非常大方的踏进号称美国后花园的中南美洲，美国元首在拉丁美洲反而变成配角。习近平先去前海港开幕仪式，跟拜登会谈，那 APEC 峰会又飞到巴西，再进行国事访问，再跟鲁拉会谈，把 G20 的会给开完。独治好的巴西，独治好的秘鲁，他在矿产、粮食，他得到一个更大的满足，在人家的后花园变成自己的新花园。中国的角度是帮你就是帮我，该点点这么。在国际政治的博弈里，什么细节都要注意。这个大口不小心会抢掉我的空仔，我一定会用影响力，以美国的影响力，要去影响G20的安排。Nice。东南亚的国家这几十年来是从疑虑担忧开始，几十年后的今天，东南亚国家跟今天中国大陆的关系那个密切之程度，美国都要吃醋了。中国在东协的发言权影响力越来越大，大的原因不是来自于剥夺，而是来自于大家一起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把统治党干掉，台湾人都是全台独。从共管台独到我发现共管下去，它是具筹码，尤其面对中国大陆越来越大越强，不能让你走上华丽台独这一步，也不能让你宣布台独这一步。两岸的问题更是在国际上必须把台湾的问题给单纯化，给内政化。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美共管台独，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美国在放松台独，中美之间发现不共同处理会失控，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共管台独。中国大陆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处理台湾的问题不只是两岸的问题，更是在国际上必须把台湾的问题给单纯化，给内政化。界定是台独就是内政化，从共管台独到了最后，美国发现共管下去它是具筹码了，尤其面对中国大陆越来越大越强，它又有筹码，都是要放松台独。但是放了而管控，不能让你走上华丽台独这一步，也不能让你宣布台独这一步。所以以前是关在笼子里，现在是放到院子里。以前是狗绳拉得紧密的，现在把狗绳放了，还是操在自己的手里。是，因为他不能让这两件事情发生。华丽台独跟公布台独就是什么回头路都没有了。美国基本上在这两个的控制下，给台湾很大的空间。民进党就借着这一波势，就一直往前走，用这个来对台湾大内宣。终极形态就是除了统促党之外都是台独，只要把统促党给解散干掉，台湾人都只剩台独。这个就是这一波具体反映在台湾内部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宣传。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看，竞争跟博弈，除了在台独方面，很明显是中国在前进嘛。另外一个前进是我看到更明显，在台独这一块，其实它有它的复杂，因为毕竟两岸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状况。我一直认为北京不愿意用武力处理台湾问题，这一点很特殊，因为毕竟北京认为台湾岛上还是有很多中华民族。上一次马英九去最大的一个改变在中南美洲，尤其是南美洲这一块。中美洲受到距离美国还是太近，但是南美得了一个巴拿马地峡州，这政治的氛围不一样哦。习近平到南美洲去 ，APEC 加 G20 都这个时候一下在秘鲁，接着在巴西举办，这一趟飞机跨了太平洋，可以先去秘鲁，紧接着到巴西去。那么两个根本就是完全不同节奏的会，就这么刚好都是在南美洲开。第一个是秘鲁，秘鲁最夯的就是前海港，习近平先去做国事访问，远程的跟秘鲁总统主持了这个前海港的开幕仪式，然后接着跟拜登会谈，再来呢 APEC 峰会，接着就飞到巴西，再进行国事访问，再跟鲁拉会谈，然后把 G20 的会给开完。中国元首非常大方的踏进号称美国后花园的中南美洲，而美国元首在拉丁美洲反而变成配角。看到 APEC 的拍照上面呢，以前美国绝对占 C 位，现在在 C 位的是 C 开头的 China， 结果拜登反而跑到后面去。这个整个一带一路在南美洲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中国完全跟当地政府完全合作的痛点。巴西虽然没有加入一带一路，但是要深化金砖合作，在南美地区中美博弈的状况，观察到的点是竟然在人家的后花园里面把它变成自己的新花园那种感觉。该检讨的是美国，在国际政治的博弈里面，什么细节都要注意。假如今天美国是中国，美国呢就在中南美洲，就在北美洲，下面南美洲两个大国要开国际会议，其中会来了另外一个大国，这个大国不小心会抢掉我的空仔，我一定会用影响力，以美国的影响力要去影响 G20 的安排。影响 APEC 的看看都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那可是显然美国的治国能力，要么就对自己太有自信了，要么就对这一些操作的细节太不用心了。这个不太像美国的外交政治。美国外交政治是因为他在全世界上当 King 当 Big Brother 已经几十年了，尤其二次大战前后一直到现在将近80几年的时间，世界上那美国说了算嘛，所以他绝对有足够的影响力，尤其是南美洲。他显然把这两个这么短的时间内让出了舞台，
让中国来秀这个是他们的掉以轻心。今天与其说中国做了什么，不如让我们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一下。美国当时发表了门罗政策，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所以你欧洲不要来插手，当然更不会讲亚洲了，亚洲根本没有能力。表面上这是孤立的门罗主义，事实上就是昭告全世界说，一个世界上最安全的美洲，我老大说了算。美国在成长，中南美洲的国家也跟着美洲的成长一直在成长，结果呢，几十年下来的结果，中南美洲的国家都学习了美国的体制，所以全部是总统制，没有内阁制，唯一的内阁制只有英国的加拿大，其他都是总统制。东南亚事实上是相当的对于中国大陆排除是敌意的，因为毕竟中国大陆是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南美洲本来你看他当时独立的时候，西蒙波利瓦尔是南美独立英雄啊，他们所效法了，他们就建立一个什么？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南美合众国的概念。你可以看到今天很多南美的国家国父都同一个人，就是都是玻利瓦，包括玻利维亚，就用他的名字做的这个国度，当时效法的对象就是美国。没想到在今天出现一个逆转，这整个的布局的做动，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讲，打到家门前啦，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不是你怎么办不怎么办的问题。你现在美国有足够的实力，有足够的能量来照顾中南美的话，你的距离是近的。它的问题是地主家没有余粮，你的整个的体制运作跟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信赖感，太长期的剥削。他们是学美国的体制，结果瓦解在美国的体制上。东南亚的国企是建立在反共的基础上，结果现在跟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立了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该检讨的绝对是美国。整个的局势发展到这一些国家发现跟中国的往来比跟邻近的美国的往来是更好更安全，我的内政不会被干涉。他经营我不是为了要来掠夺我，是为了在扶助我。他为什么扶助我？扶助好的巴西，扶助好的秘鲁，他在矿产，他在粮食，他得到一个更大的满足嘛。从中国的角度，帮你就是帮我。前开港当然对中国有利啊，因为前开港中国经营的前开港就可以从南美进到亚洲各个重要的港口啊，而世界10大港口里面有7个在中国大陆，所以前开港它一建立起来了之后，中国来经营的这一个等于在南美洲建立的一个门户，到最后被翻转的，它可能逐步的会从国际博弈逐步的深化到人心内里。那这个一旦改变，其实这个冲击才是真正的海啸。而这个软实力其实我慢慢看到了嘛，所以最后民进党只能高喊全部都是认知作战。中国跟东南亚的国家这几十年来是从疑虑担忧开始，可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东南亚国家跟今天中国大陆的关系那个密切之程度，美国都要吃醋了。中国在东协的发言权影响力越来越大，大的原因不是来自于剥夺，也不是来自于经历，而是来自于大家一起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中国好，你们也会好，你们好，中国也会好，所以大家共同来发展，这就是两个国家，这个看在全世界的眼里。